你看你走路不看路，肚脐眼碰一下还生那么大气，看着白烟估计马上就要发火了。某迪被板车救援送 4S 店途中发生自燃，电池发生爆炸，仿佛就像过年一样。这个火势把车扔进河里也熄灭不掉。该说不说轮胎质量，看到没？消防员叔叔都对电车束手无策，只能看着冒烟。你知道这是哪款商务车吗？看不清车标很难识别，这冒烟可是起火前兆，这哪是新能源车，明明就是火车。这么大的火过来一只烤全羊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这是在清洗3元催化剂，还是在杀菌消毒？烟雾太大，小心环保给你开个大罚单。看来电车只能早晚开，中午太热，电车容易急躁，起火真的当祖宗供着，这就是惊喜。洗一次不便宜吧，都洗秃噜皮了，就差澡巾搓一搓了。哥斯拉说，幸亏有士兵作证，是你先火的，要是被你就解释不清楚。动作很标准，救援方式也正确，就是水枪有点眼难，你倒是对准起火点。大哥对爱车是1万个不舍，一看就是消防毕业，这姿势太专业了。某迪高速突发自燃起火，消防员及时赶到扑灭，这就是中国速度，这是汽车自带的随时消毒杀菌功能。通风这么好，难道不更容易自燃？这是哪个店铺开业请的礼炮车？钱是远号，是不是钱没到位被老板黑了？围观拍视频的这人有点不地道，你打电话救援一下，也不至于让这辆车烧的只剩下铁皮了。请推交警叔叔的油壶，奋不顾身上前劝阻，叔叔一看根本不成，只能抓紧逃。有电车的朋友注意了，夏季千万不要长时间暴晒突然爆炸，把保安吓得不轻。本来是简单保养，结果上了手术台下不来，这是要给车主换新车呀。电车次看到开头就能看到结尾没得救，只要做到减少损失就行。电池真正燃烧起来，只能用水控制，不让它蔓延。你看水管冲着都不管用，电车自燃率都这么高，为什么还有人会选择？难道都以为自己是最傻的？这辆车我太熟悉了，保时捷卡宴对不对？车主烟瘾挺大，浓烟四起，哥斯拉充电桩充电发生自燃，这下好解释了，因为正好在 4S 店。某商场大爷果然是好员工，这辆车真是闯大祸了，把电线都点了。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会不会给予补偿？我最近有点近视眼看不清，你能看清这是哪款车型吗？相互告知一下大家，某电车高架桥自燃，车主只能甩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人，最后被烧成车壳子运走。看车身，你能看出是哪款车型吗？大家看完病病康以后谨慎购买，生活都挺不容易，幸亏消防叔叔来得及时，救下这辆新能源电车。一看就是长时间在烈日高照下自燃，大家要引以为戒的。某品牌新能源高架自燃，这火烧的真旺，应该是烧起来没多久。某个小区一台新能源车自燃了，从影片看大火从底部开始燃烧，应该又是电池烧起来了。现场火势很大，一起还来了2辆消防车灭火，是怕一辆车搞不定吗？一个自燃那么多的品牌，还拿零自燃做卖点。我们极客家的车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过任何自燃，没有出现过什么着火，你所说的这些情况好不好？3个月1周时间就烧了3辆，这什么车啊？烧了那么多还没烧过。6月13日，有小米4-7车主发影片表示，终于轮到他了。新买的小米4-7突发故障，无法充电。慢充功能异常，轮到我了。小米速7无法充电，这个是理想的充电桩。红的。忽略了，这是我调到20安。我再去找邻居，再找一个充电桩，来试一下邻居极客的充电桩。靠，你还缩回去。红的，这个排除一切不可能，肯定不是充电桩的问题。我的小米速7终于坏了，无法充电。这是腾势的桩。你再开这儿。好，无法充电。我靠，刚才这段行车记录仪的影像起码表现出了小米智能驾驶的2大 bug。第一，它除了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以及警示桩筒，它是识别不出任何的其他的异形障碍物的。第二，为什么在压过障碍物之后，这个车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？是因为系统在和我争夺方向盘，这非常的危险。
就目前这个状态来说，如果你用小米汽车的 NOA， 这使用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睁大双眼，不然小命容易丢。小米作为造车新手，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。同时有小米车主还遇到了事故之后，小米宣传的行车记录仪没有记录的情况，真的是太扎心了。看车主的表情就知道他有多无语。我在用小米 NOA 的时候被网约车给碰瓷了，然后这个是罚单。然后我就想看我是怎么被撞的，我去看监控，结果上面提醒我说4个小时之前行车记录仪已停止录制。刚才是我在这边变道，其实他开始是让我的，然后我也变过来了，我变过来之后他来了一脚加速，然后撞上我了。现在就是我们那个职责不清，然后这个牌子是我放的，然后这个交警说这个司机说他是个老司机，就这个角度，谁来了他也是你的全责。我故意撞你，你也活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其实当时速度并不快啊，10迈左右，然后变道的时候我也观察了，距离后方还挺远。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，你不动他不动，你一变道他就开始给你加速，结果我变过去了，然后他距离我大概2个车位的时候开始加速，然后我朋友说这种情况一般就属于网约车碰瓷，我就问了他一下，然后他果然是网约车，他说他处理这种情况经验丰富。所以我就指望行车记录仪能够记录下刚才的影像。我是看了那个循环录制的模式了啊，但我就打小米客服啊，为什么我车机上看不到过去3个小时的行车记录？但是我找行车记录就刚好没有这一段。不是您的那个，就是如果说行车记录仪满了，它会自动顶替到您最早的那个视频。OK， 我怎么找到他？他说你放心，肯定在，让我找他电脑。您放心，就是咱们是3小时循环覆盖的，您把那个 U 盘先拔下来。然后我找了他电脑，还是没有。然后客服说可能是由于哨兵模式满了，所以这个循环的行车记录仪也就没有了。按交规，即使能找到撞车时的影片，也是小米4期全责。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直行的车是爹，故意加速撞上去也没有责任。本来就有些憋屈，再来个影像丢失，相当于直接撒盐了，所以新手造车还是离远点好。华为问界 N9 又开始操作上了。事情的起因是一台问界 N9 在边境附近行驶，结果来了一只马蜂钻到了车里，导致驾驶人员驱赶马蜂，车辆失控掉到了悬崖下面，车辆连续翻滚了多次。但是呢，人员没有伤亡，车上气帘全部打开 ，AppDev 柱都完好，人员更是连个破皮都没有，车身是真的硬，质量是真的好。这还没完，由于是边境啊，手机没信号，但是车里装了卫星定位系统，就在车里人联系不上家里人，心急如焚的时候啊，就星来了。华为直接通过车内电话联系到了他们，并且通过进一步的精准定位，跨越500多公里，找拖车、找吊车，把车子从悬崖下面救援上来。更重要的是，1分钱没收，这服务堪称完美呀！这一套下来，国内自媒体博主直接把华为吹成了花儿。有博主就发影片说，问捷 N9 如果在无信号的地方出了交通事故，怎么自救？在内蒙古边境的一条道路上，因为司机的误操作，据说啊是因为车内飞进一只马蜂，在驱赶马蜂的过程中误导方向盘，导致车辆失控翻滚。因为是在边境原因，事发地点手机信号全无。这时萨利斯第一时间通过车内的 SOS 和事发车辆取得了联系，同时又联系了心急如焚的家属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事件的几个关键点。第一，通过事故现场的照片来看， ABC 柱完好无损，车内气囊正常弹出，车身呢就出现了几处凹陷，在翻滚的过程中悬鼓车身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车内人员的安全，这种不动声色的保护才是最令人感动的。2，原来 M9 内置 SOS， 要不是通过这次事故，我还真的不知道车辆也内置了 SOS 模块，因为在发布会上是只字未提啊。
这种功能要是放到别的品牌的发布会上，这还不得输个上中下3级啊！在完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，通过 SOS 和车内人员取得联系，并定位了车辆事发地点的详细位置，为下一步的救援工作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。哎呀，我听不下去了，看看网友怎么说吧。有一位网友发出了这样一张图片，这也是上次被小米炒得很火的，小米汽车从悬崖上摔下来，车子快摔到报废了，但是人没事，擦伤都没有。结果呢，这个是骗人的，根本没有摔，不知道是拿钱办事，还是背后有车企的花式操作，从而有了龙津悬崖这么一说。并且这个悬崖可以成为中国最高的悬崖了，足足有一个硬币那么高，笑死人了。小米那次不是在边境附近，很容易可以找到真实的现场照片，但是这次华为给你搬到边境附近，看你怎么查，然后拍几张照片做素材也是绝了。为了宣传自己家的车，真的是脑壳都想破了。打算买电车的注意了呀，我劝你啊，最好别买，因为你很有可能买完连哭都找不到地方。如果你是大款或者富二代啊，家里有矿的，那么你就当我没说。普通人现在最好别碰电车，你看完我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了。我去年买了这辆领跑 C11，把今年的工资都给亏没了。有多少人是像我一样让车企给背刺？我是去年8月花16万买了领跑 C11，还没用上半年，这车又出了新款，而且价格还比老款便宜，配置还比老款高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现在我还用不到1年的时间，领跑就发布了 C16满配不到20万，800伏快充，还是6座大 SUV， 这都把我给干懵了。原来新能源车市场竞争到最后输的是买车的消费者呀！而且电车现在基本上1年一换代，贬值的速度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！兄弟们，不是刚需的再等等吧，等到电车市场局面稳定了，咱再下手。现在冲动无非就是给车企做垫脚石，说真的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现在随着车企的越来越卷，价格一天天的降低，估计最先关门的是二手车行业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二手车商正在面临崩盘，有上海二手车商表示，6年前生意好的时候，每天卖几十辆车，一天就能挣10万块，1年买下上海一套房。可现在上千万的流水，只赚1万块，很多人没办法，开始争相做起了网红搞流量。但目前二手车的困境并不是简简单单某个老板做个 IP 就能扭转的事情。去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1841万辆，累计交易金额突破了万亿。虽然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数据背后隐藏的是二手车商们惊人的库存量和高达92%的二手车商都在亏损的困境。大家应该记得去年刚放开的时候呢，有一波报复性买车的井喷行情，很多二手车商手里的车呢就被一抢而空。但接下来想再接着收车的时候，却发现市场太火热了，手里拿着钱根本收不到车，这就让很多二手车商呢当时咬牙高价收了不少车。但是没想到新车车企们毫无底线的价格战立刻就来了，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，再到保时捷 VBA 等豪车，去年一直到现在都在频繁的降价打折促销，一些车型的降价幅度甚至高达10几万。之前高价收成，二手车商们可直接傻眼了，收车的价格比现在的价格还高。而要知道二手车这个行业呢，是一个极其看重资金周转的行业，因为二手车的价格是和新车价格强挂钩的。新车降价，那自然同款的二手车也得降价呀。也就是说，堆积的库存越晚卖出去，利润就会越少。根据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，上个月5月份，汽车的保值率仍在大幅的下降，各个车型是全面下滑，保值率不断降低，自然就会影响二手车商们的库存周转问题。有数据统计，22年二手车商的库存天数平均还只有37，可到了23年底，平均库存周期已经达到了61天。甚至有车商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，最夸张的时候，一台车的库存周期能够达到200天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汽车协会的一位专家曾经分析过，二手车的毛利大概是在8%左右。而新车的每一次降价呢，二手车的毛利都会随之损失约2%。那最新统计的数据是，新车平均15天就会降一次价，60天可以说就是二手车的盈亏线，60天还卖不出去，新车市场都已经调了4次价了，那必然就是亏损。而除了供应端的变化呢，还有一点就是买二手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一直以来，二手车被诟病的水很深，一锤子买卖，这些诚信和规范问题使得需求端也在下降。毕竟顾客也会担心啊，自己会像新闻上看到的一样买到调表车、事故车等等。新车不停的掉价，
导致二手车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，兄弟们。这车子300-400的车子，基本没人过来看车，连销售都跑到家里面睡觉了，而且是个下雨天。现在开每月2万多块钱，兄弟，还是个2.4的，能开能跑，正常都不会把你丢路上，毕竟是个日系车，也才2万多块钱，比起它的品牌好很多，毕竟它是个日系车嘛。老车我经常讲，您买老车那就买日系车，因为才日系车才抗造。老天籁，它是个2.5的，同样啊也就2万多。啊，这边这台是12年的，就3万多。还有这边像这种马6，有6台在这里，同样啊也就2-3万块钱。包括这台 CRV 也就2万多，那么大台一个车子，报废能报个100把块钱。那16年 XRV， 兄弟啊，现在才多少钱你知道不？才5万多，安全行驶才7万公里的车子。那像这个马自达、马3自动挡、交通代步这种车子省油省心，它实在是比较耐用。那这边还有一台灰白，有2台，都是2万多一台，还怎么干？特别是汉兰达，原本拿回来觉得还能挣点钱，结果呢，新车崩一下掉个10万8万，卖到套标广州一手车。兄弟们，只要你们给价，这些车都出。说实在话，那天籁就有7-8台在。说今年二手车啊太难了，兄弟们。看似风风火火般的汽车市场，现在都是处于半死不活的情况。目前车企中真正盈利的没有几家，全靠借钱过日子，但是还是要依旧内卷下去。激烈竞争之下，估计以后的市场会是一片哀嚎。